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下传送带跟踪功能。我们打开初始设置下面的用户外设配置，点击传送带跟踪。首先我们需要将传送带的信号线接到我们的控制箱，点击配置传送带 I/O 可以配置传送带相对应的 I/O 信号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配置在哪个端口上。我们可以看到在 CR0 我们配置了传送带检测功能，在 COR 配置了传送带启停功能。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 I/O 端口去检测以及控制传送带启停。我们回到传送带跟踪页面，首先我们看一下跟踪抓取功能，选择我们当前使用的传送带的通道以及该传送带的分辨率以及导程。视觉选择否，点击配置。抓取点补偿是根据我们设定的抓取点，可以对它的 X、Y、Z 方向进行偏移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不需要去设置这个值。如果有必要，我们可以对抓取点进行 X、Y、Z 方向的偏移。接下来，我们开始配置传送带。我们在传送带上放置物块，点击启动传送带。当物块到达 I/O 切入点的时候，我们停止传送带，配置 I/O 切入点，继续让传送带运动到达起始点 A， 移动机器人到合适的位置。我们点击起始点 A 进行标定，继续运动传送带到达参考点 B， 我们移动机器人到合适的位置，点击标定参考点。接下来继续运动传送带到终点 B， 移动机器人到合适的位置，配置终点 B。这样传送带跟踪的标定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去程序里面去编写传送带跟踪。我们新建一个程序文件。首先我们需要让机器人到一个准备点，我们打开传送带跟踪命令。首先我们需要添加一条检测物体的指令，然后我们添加位置实时检测指令，以及跟踪开启和跟踪关闭。在跟踪开启之后，我们需要让机器人到达到抓取点。抓取点是我们在机器人内部配置好的，它需要根据运动过程中去实时计算的。Catch point， 点击添加。同时，我们需要搭配夹爪运动。设置夹爪闭合抓取物体，以及夹爪松开将物体放置。在抓取点抓取物体之后，我们会让机器人提起
该点也是运动过程中我们自动计算的。提取之后，我们的跟踪就结束了。之后我们可以添加一些其他的指令，比如将物块放置到指定的位置。PJ1 为放置物体的等待点 ，PJ2 为放置点，然后我们松开夹爪。松开之后，我们让机器人再次回到我们的起始点，即 P1。通常传送带跟踪抓取放置是一直循环的，我们可以在程序中添加 while 循环。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程序，首先我们让机器人到达一个起始等待点，接下来是一个 while 循环，在里面我们首先是对 RO 信号进行监测，然后第4行是位置实时监测的指令，第5行是跟踪开始指令，第6行让机器人运动到抓取点，第7行抓取物体，第8行让机器人运动到开启点，第9行跟踪结束，第10行我们让机器人运动到放置物体的等待点，第11行我们让机器人运动到放置物体点，第12行松开夹爪，第13行让机器人再次回到起始准备点。这样一个传送带跟踪的程序就编写完成了。我们切换到自动模式，运行程序。我们运行程序，此时机器人处于监测过程中。我们运动传送带，当物体经过 IO 切入点的时候，机器人会跟随传送带进行抓取物体。以上就是传送带跟踪的讲解，谢谢大家。